昨晚黄金一口气站上了4100，把我前一天反复念叨的那道坎直接踩在了脚下。可今天早晨一睁眼，价格又悄悄滑了回去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这一次站上4100，到底是趋势反转的正式确认，还是又一次骗多头进场的冲高回落？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把它讲清楚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，星期四。我们照例回顾隔夜这一场美盘的走势，再一起看看今天该盯着哪些位置。老规矩，郑重提醒一句，我说的全部内容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你的每一笔决策都要自己拿主意，自己负责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隔夜收在4151.9，大涨1.85%，白银更猛，收60.3，涨了2.01%，两个都是红盘。第二，最大的看点是金价放量站上了我昨天点名的4113这道生死线。第三，最需要盯的一件事是它今晚还能不能守住4113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味道，昨晚的贵金属市场是一场久违的有底气的反攻。黄金从开盘就一路往上顶，盘中最高摸到4132一带，收盘稳稳落在4151.9，全天涨了75个多美元。白银更是领头羊，收在60.3，涨幅超过2%。你能明显感觉到买盘不是零零散散的抄底，而是成规模的往里冲，尤其是在突破关键位之后，那种加速感是很实打实的。这里我必须跟你做一个诚实的回顾，就在昨天这个节目里，我给出的判断是反弹不等于反转，要等黄金放量站上4114，同时白银站稳60这个整数关，两个信号一起兑现，才敢叫反转确认。结果呢，昨晚这两道门槛全被拿下了。黄金不但站上4113，还直接冲到4151，白银也收复了60。也就是说，我昨天让你等的那个确认信号真的亮了。这一点我先讲在前面，后面我们再冷静的看这个信号到底有多硬。具体到黄金这条线，它昨天走的是一条标准的突破式上涨，低点在4070附近就有人接，一路抬着往上走，顺利吃掉4100的整数关和4113这个前期反复受阻的位置，收盘还站在上面。这说明短线的主动权暂时是回到了多头手里，买方敢在阻力位上方收盘，而不是冲一下就缩回来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这里给你补一个小知识，为什么突破一个反复受阻的位置这么重要？你可以把4113想象成一道天花板，前面几次金价撞上去都被弹回来，时间一长，很多人心里就默认涨到这儿就该卖了。所以这道天花板上方积压着一批等着解套或止盈的卖单，昨晚金价能放量把它捅穿，还站稳在上面，等于是把这批卖压一口气消化掉了。天花板一旦被踩碎，原来的阻力就有机会翻过来变成脚下的地板，这就是技术派常说的阻力变支撑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今晚会格外盯着4113能不能守住，它决定了昨晚这一脚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假动作。不过冷静的那一面也得说，4151这个收盘价依然稳稳待在50日均线4235，还有200日均线4594的下方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从更长的周期看，黄金还是处在一段下坡路里。昨晚这波再猛，目前也只是在半山腰上的一次强力反抽，还没真正翻越那两道更大的山梁。而且今天早晨亚盘价格已经悄悄回落到4127附近。注意，这是今晨的实时报价，只能当参考，不能拿它当收盘定调。但它提醒我们4113下方的支撑
今晚要接受第一次真刀真枪的检验。再看白银，昨天它涨了 2.01%， 比黄金的 1.85% 还要多一点。金银比价从大约69继续往下滑到 68.91，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这波反弹里，资金更愿意去追弹性更大的白银。你可以把白银理解成黄金那个脾气更火爆的表弟，涨的时候比黄金猛，跌的时候也比黄金狠，因为它一半是避险金属，一半是工业金属，情绪一上来，弹性就特别足。它收复60这个整数关，和黄金站上4113，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，互相印证了这波反攻的力度。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在推着金价往上走？昨晚最值得说的一个背景，反而是一个反常的现象。我们先看美债和美元这条主线，数据上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昨天不降反升，爬到了 4.67%， 比前一天的 4.63% 还高。按常理，收益率上行对不升息的黄金是实打实的压力，因为持有黄金没有利息，而债券的利息越高，黄金的机会成本就越大。这就像你手里的钱，存银行利息越高，你就越舍不得去买那些不发利息的东西。可偏偏昨晚，黄金是顶着这个逆风往上冲的，收益率在涨，金价也在涨。这种背离往往说明，有一股比利率更强的力量在买金，可能是突破关键位后的技术性追涨，可能是空头被迫平仓的回补，也可能是有资金在为月底的美联储会议提前布局避险。这种逆势而上，如果能延续，含金量很高，但如果只是突破当天的情绪冲动，那明后天收益率继续走高时，金价就得接受考验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盯紧的第一个变量。那怎么判断这股买盘到底硬不硬？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观察方法，看接下来1-2天，金价和收益率的这种背离能不能扛住。如果收益率继续往上爬，而金价还能稳在4100上方，甚至接着往上走，那说明买金的这股力量是真金白银的趋势资金，不是随便就能下退的。可要是收益率一往上，金价立刻就软，跌回4113下方，那就说明昨晚的上冲更多是情绪和平仓盘凑出来的一次性行情，含金量要打个折扣。同样一个数据，同样一根阳线，顺着它做多还是逢高减仓，差别就藏在这个后续的验证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，别急着给一根大阳线下定论，得看它守不守得住。除了利率这条主线，还有一层更慢、更结构性的支撑，就是避险和央行购金的大背景。虽然昨晚没有哪一条突发的地缘新闻在主导盘面，但你要知道，过去这1年多，各国央行持续买入黄金，以及全球对分散美元资产的需求，一直是金价底下那张拖着的网。这张网不会让金价天天暴涨，但它解释了为什么每一次像样的回调，都有人在下面稳稳接盘。昨晚4070附近的买盘，多少也有这层底气在里面。说到月底那场重头戏，就绕不开美联储。现在市场最纠结的就是更高更久的高利率到底还要维持多久？收益率能一路爬到 4.67%， 背后正是投资者在压住美联储短期内不会轻易转向偏鸽。对黄金这种不升息的资产来说，真正致命的不是名义利率，而是实际利率，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，真金白银拿在手里的回报。这个实际利率你可能会觉得抽象，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假设银行给你 5% 的利息，听起来不少，可要是物价1年也涨了 5%， 那你辛苦存1年，购买力其实一点没多，实际回报等于0。黄金就是在这种时候最舒服，当实际利率很低，甚至微负，把钱放在会贬值的现金或者低息债券里都不划算，大家就更愿意去持有黄金这种能保值的硬资产。反过来，当实际利率高高在上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变大，金价往往就承压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黄金真正的对手，从来不是某一天的涨跌，而是背后这条实际利率的方向。
7月28号到29号的这场议息会议，才是决定金银中期方向的真正胜负手。如果会后的措辞偏鹰，暗示高利率还要拖很久，那实际利率抬升，昨晚这波反弹就可能只是昙花一现。可要是措辞松了口，市场闻到降息的味道，实际利率一往下走，黄金作为零息资产的吸引力立刻回来，这波反攻就有机会真正升级成反转。所以在下周中会议落地之前，我个人不会轻易下中注，这一点你也可以放在心里。好，我们从技术面把位置理一理。经过昨晚这一冲，黄金的关键位需要重新画了。原来的阻力4113，现在被突破之后，理论上要翻身变成新的支撑，这就是我今晚最看重的位置，守住它，反弹才立得住。一旦跌回下方，那昨晚的大阳线就有诱多的嫌疑。上方新的阻力，我看向4180这一带，那是通往4200整数关以及50日均线4235的必经之路，能不能放量站上，决定这波能走多远。再看动能指标，黄金14天的相对强弱指标，也就是 RSI， 现在读到 52.31。简单一句话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的指标，数值越高越接近超卖，越低越接近超卖。50上下是中性区，52这个位置恰恰说明昨晚这波涨只是把动能从偏弱拉回了中性，既没有过热，也谈不上超买。这对多头其实是好消息，它意味着如果买盘愿意接着发力，上方还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往上打，而不是刚涨2天就透支了力气。回到开头那个反转还是诱多的问题， RSI 给出的信号是这波还没到强弩之末，反转的故事技术上还立得住。白银这边基本是跟着黄金的节奏在走，只是弹性更大。它的支撑我放在60这个刚收复的整数关下方一点，大约59的位置。上方阻力看 61.9， 也就是7月初的那个高点。它的 RSI 是 48.21， 同样落在中性区，略低于黄金。说明白，银虽然涨得更急，但还没有跑到超买，后面只要金价配合，它大概率还会是那个涨得更快的角色。这里必须泼一盆冷水，提醒一句风险，昨晚涨得越痛快，今天越要保持冷静。别忘了，金价现在还压在50日和200日2条均线下方，这波说到底还是下降趋势里的一次反抽，而不是已经确认的牛市重启。再加上10年期收益率还在往上爬，月底又有美联储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悬在头顶，任何一个变量翻脸，情绪都可能瞬间逆转。所以无论你多看好这波，仓位和止损都要留有余地，谨慎2字永远比追高更值钱。那么落到今天该怎么看？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2层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今晚的核心就是4113这道刚翻身的支撑，守得住，金价就有机会向上趋势4180乃至4200，守不住重新跌回下方，那这波大阳线就要打个问号。下看4070甚至4000整数关。事件上，今晚有美国的出请失业金人数和芝加哥联储全国活动指数，明天7月24号还有标普全球7月 PMI 初值和6月新屋销售。数据强弱会直接搅动收益率和美元，进而牵动金价。而真正的大戏是下周7月28到29号的美联储议息会议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镜头拉远，黄金的结构性逻辑其实没变，各国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还在，美国的债务包袱越来越重，在叠加地缘上时不时冒头的避险需求，这些都是支撑金价长期中枢往上抬的力量。你想想，当一个国家的债务越滚越大，信用被稀释，大家自然会想给手里的财富找一个不依赖任何政府信用的锚，而黄金几千年来扮演的恰恰就是这个角色。这也是为什么哪怕短线跌得再难看，长线的买盘总还是一次次回来。只要美国实际利率在未来某个时点开始回落，
黄金这种零息资产的春天就会重新到来。所以我的框架是，短线保持谨慎，跟着4113这道线做多空的切换，长线则依旧偏多，把每一次深调都当成观察结构性买点的机会。短线的谨慎和长线的乐观并不矛盾，一个管的是这几天的进退，一个管的是这几年的方向，分开看，你就不会被一天的涨跌牵着鼻子走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昨晚站上4100，到底是反转确认，还是又一次诱多？我的判断是，反转的信号确实亮了，但还没盖章。昨晚黄金放量吃掉4113，白银收复60，这两个我昨天点名的确认位一起兑现，分量很足，可价格仍在两条大均线下方，今晨又回落到4127，所以它更像是反转的预告片，还差临门一脚。这一脚就是今晚能不能守稳4113，并且放量向4180进发，守住反转成立，丢了又多坐实。所以送你今天的一句话，站上不算赢，守住才算数。那么问题交给你，你觉得今晚金价能不能守住4113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再次郑重提醒，以上全部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请你务必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，所有盈亏自负，时刻把谨慎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今天这期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顺手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都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